王妃请入门。门小别怪我，怪你们王府福气挤。这下宽了，谁都过得去。那么胖若过不去，不必勉强。这门是窄了些。新娘若身形轻巧，自然过得去。王妃，吉时快过了。姐姐若是不便，不如从侧门入府。王爷，你们家这门是给人过的，还是给筷子过的？王妃慎言，此乃宁王府古礼，新妇过玲珑喜门，寓意夫妻和顺，福气入府。江满堂，大婚之日，莫要胡闹。母妃，儿媳没胡闹。大婚第一天，让新娘钻这么窄一道门，这不是娶媳妇儿，这是筛面粉。姐姐，王府规矩向来如此，今日宾客都在，姐姐还是莫要让王爷为难。妹妹说的对，所以别让王爷为难，让王爷先过。本王夫妻和顺，王爷也该顺一顺。古礼并无新郎先过之说，古礼也没说新娘必须当众卡门吧？王爷，你先别嫌我胖，你瘦得跟晒干的豆角似的，过这门当然容易。江满行，我过不去，不是我丢人，是你们门小。母妃若觉得这门好，明日起全府都走它，端菜、抬香、太医、药包全都从这儿过。卡住了，就叫全府一起沾福气。放肆！王妃强词夺理，理不可废。行，理不可废。桃枝，叫2个婆子来，把这门拆了，放旁边供着。小姐，真拆啊？不拆留着过年夹核桃。我这就去。王爷，今日这门要么你先过，要么拆，你选一个。你是在逼本王？不是，我是在救王爷。若我硬挤过去，大家笑我胖；可我若真卡住了，人家只会说宁王府娶媳妇儿，连门都舍不得做宽点儿。拆！玄之，既然惹出这么多话，拆了。王爷以后少占风口，你太瘦容易吹跑。按宁王府旧礼，新妇入府后须上鸳鸯秤，称福气，定吉兆。鸳鸯秤，好名字。既然叫鸳鸯秤，那就夫妻一起称。古礼只称新妇，只称我一个，那叫鸳鸯吗？还是说宁王府的鸳鸯是一只鸟？王爷，请吧。多少？王爷清贵，身量自然倾斜。王爷，你这不是清贵，你这是饭没吃够。记着，今晚给王爷多添一碗饭，肉也添点儿，别光摆盘不给吃。笑什么？我有分量，压得住场子，不像有些人话轻飘飘的，还没门脸有用。姐姐，我许是站久了，有些头晕。桃枝，拿垫子。妹妹，晕这儿。侧妃娘娘放心晕，我扶着呢。姐姐，你何必这样羞辱我？妹妹，今日被堵门的是我，被上秤的是我，被人笑的也是我。我没哭，你倒先晕了。这戏抢得有点急。真头晕就坐下喝水，不晕就站稳了说话。哼，你看这不就好了？好，既然王妃如此有主意，明日一早来寿安堂，本宫亲自教你做行食言。是母妃。不过母妃，明早能不能先吃饭再教？王爷也一起吃，他真的太瘦了。你又笑什么？母妃，明日多备几把。为何？太小的，我怕做坏了还得赔。王妃，
太妃娘娘请您去寿安宫学规矩。这么早？哼，王府女眷卯时起身，辰时请安，坐有坐相，行有行规。听着挺忙，忙了一早上，就为了教人怎么做。王妃慎言。走吧，别让椅子等急了。姐姐来了，昨日姐姐辛苦，今日可还好？我挺好。那便好，我还担心姐姐昨日站久了会累着。妹妹还是多担心自己吧，你昨日才差点晕，今日又来这么早，身子弱还爱凑热闹，挺难为自己的。够了！昨日拆门饶礼顶撞长辈，你可知错？母妃说的是。既知错，今日便好好学规矩。母妃，我说您说的是，没说我知错。门斩是事实，唱片也是事实，儿媳只是没照着他们想看的样子出丑。若这也算错，儿媳今日恐怕还得错几回。妹妹嗓子又不舒服。周嬷嬷教坐姿。王府女眷坐要有坐相，不可松散，不可后仰，不可站椅太满。王妃，请坐。母妃，这椅子是给我坐，还是给茶盏坐？放肆！儿媳只是问问，这椅子窄成这样，人坐上去半边都得悬着，腿麻腰酸，还不能喘大气。你们管这叫端庄？我看这叫遭罪。姐姐，女子坐姿原该收敛些，王府女眷学规矩，从没有人一开始就挑椅子的。那是他们忍了，不是椅子对了。小姐，我坐。这椅子年头不小吧？这是寿安堂旧椅，用了多年。怪不得。人还没坐，他自己先叹气了。坐。母妃，您看，不是我不端庄，是他不争气。这椅子用了多年，从未坏过。那他挺能忍，今日也算苦尽甘来，终于不用硬撑了。姐姐，嬷嬷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椅子本就是教女眷收敛坐姿的。收敛可以，但不能把人收成一口气都不敢喘。妹妹若觉得舒服，不如你坐，坐半个时辰，腰不酸，腿不麻，茶还端得稳，我就学。姐姐，我身子弱。所以他连身子弱的人都做不了，身子圆的人也做不了。那他到底给谁做？照你这么说，王府百年规矩都错了？也不是全错，就是有些地方旧得像隔夜馒头，硬还噎人。大胆！那你说该怎么做？桃枝，把外头那把宽椅搬进来。母妃，您看，我坐大椅子也没躺着，椅子大不等于人没规矩，椅子小也不等于人就端庄。母妃若觉得儿媳这坐姿不对，您说儿媳改；但若只是因为椅子大，就说我不端庄，儿媳不服。姐姐何必句句争强？我不是争强，我是在争舒服。坐姿暂且放下，既然你说坐得舒服也能端庄，那便学行。王妃走路不可步大，要轻，要慢，要无声。侧妃娘娘行姿便极好。嬷嬷过奖。妹妹走得挺好，就是走得太慢。母妃，平日这样走确实好看，可若端汤送药或者下雨赶路也这么挪，王妃怎能与端汤送药之人相比？端汤送药的人也是人。
走路没意思，端茶走。胡闹！母妃不是要教我行吗？茶不洒，人不晃，这不比光看脚尖有用？好，你走。母妃，请喝茶。姐姐力气稳，自然占便宜。妹妹说的对，我稳，这不算坏事吧？女子轻一点也好，稳一点也好，不摔不洒，不耽误事儿就行。姐姐今日说了这么多，也站了许久，想必饿了。只是王府女眷用膳也有规矩，吃不可贪，夹不可多，声音不可重。终于到吃饭啦！传膳。母妃，这饭菜是给人吃的，还是给画看的？难怪王爷瘦，这王府的饭喂鸟都得添2回。王爷来的正好，坐。今日这顿咱们先吃饱，再讲规矩。谁准你这样和本王说话？王爷，您先别摆脸色，饿着摆，没气势。满堂，母妃，儿媳在。王府用膳自有规矩，菜不过3块，汤不过半盏，饭不可添，肉不可贪。母妃，这规矩是给人吃饭，还是给饭看人？姐姐，王府贵在克制。妹妹克制的挺好，脸色都克制白了。王府女眷自幼如此。王爷自幼也这么吃？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王爷瘦得像一阵风都能商量着带走。满堂，食不言。王妃，一道菜不可过3块。这菜还剩这么多，规矩如此。若一道菜好吃，也不能多加。不能。若不好吃呢？那它摆在这儿是让人猜吗？姐姐，王府用膳不是为了口腹之欲。明白，是为了看谁先饿晕。王爷，你每日这样吃，下午不饿？不饿。王爷，他比你诚实。玄之昨夜忙到深夜，今日许是误了早膳，那更该吃。去厨房加饭。王妃，王府家宴饭量早有定数，人饿了饭不能加，规矩不可乱。嬷嬷，你家米是金子做的，还是锅底有字写着不许添？你非要在饭桌上胡闹。母妃，儿媳不是胡闹，王爷是宁王，是王府的脸面，传出去人家只会说宁王府连王爷都养不胖。母妃，王爷身子清贵，不宜骤然多食，我特意让小厨房熬了参汤，最是温补。妹妹这汤挺好看，姐姐也觉得好，像给仙鹤漱口的。王爷现在不是缺仙气，是缺饭。江满堂，母妃，人饿的时候喝这个顶什么用？肚子空着再温补，也像往空屋里点香，闻着好，住不了人。姐姐许是不懂，王爷素来饮食清淡。清淡不是少，清淡是别太油，不是别太像饭。本王吃什么，不劳王妃费心。行，那王爷别吃，我也不吃。你又要闹什么？王爷饿着不吃，我心腹也跟着学，大家一起清贵。你拿本王做架子？王爷误会了，我是在跟您学。姐姐，王爷与姐姐怎能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王爷是人，我也是人，难不成王府规矩还能关住肚子？玄之，你今日可用过早膳？未曾。母妃，您瞧，这不是清贵，是空着肚子撑门面。本王无碍。有爱也说无爱，最麻烦。王爷，您是王爷，不是石狮子。石狮子不用吃饭，您得吃。添饭。太妃娘娘，没听见？是。妹妹别急，
我急什么？汤凉了。这才像吃饭，不是给你添的。儿媳知道。王爷，请。这时候不吃，就是不给母妃面子。母妃都发话了，您若还不吃，就是让母妃担心。宣之，吃。对，先吃饭。闭嘴。多嚼2下。嬷嬷，一道菜不可3块，是吧？那我第1块，第2块。母妃，这肉炖得不错，我能加第3块吗？您若说不能，儿媳不加。但儿媳想知道，规矩是为了不让人贪，还是为了不让人吃饱？今日心腹入府，破例一次。多谢母妃。母妃，王爷今日多用了些，想来也是姐姐劝的好。妹妹别夸我，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看见人饿了，让他吃饭。这事儿不难，难的是有人看了这么多年，还觉得他清贵。姐姐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母妃，儿媳不是想坏王府规矩，规矩可以有，但人不能被规矩饿着。吃饭就是吃饭，坐舒服点，走稳当点，吃饱一点，这不丢人。今日到此为止，你回去吧。儿媳告退。等一下，明日家宴你也来，还学规矩？王府亲眷都会在，本宫倒要看看你在外人面前还能不能这样牙尖嘴利。行。不过母妃，明日饭菜能不能按人头算？今天这量真不够。出去。儿媳告退。王爷，今日这饭……厨房，以后早上添一道热粥。是。此事不必告诉王妃。属下明白。小姐，您方才真让爷吃了饭。她早该吃了。可是小姐，明日家宴，听说柳姑娘也来。柳姑娘？柳寒烟，京城第一贵女，听说她最讲清雅规矩，和侧妃娘娘一向相好。她办的宴，点心比铜钱还小，还不许人多吃。最讲规矩。那正好，我最烦吃不饱，还劝别人也饿着的人。王妃到。姐姐，今日是王府家宴，厨房早已备好膳食，姐姐怎么还自带吃食？新王妃这是怕王府饿着她。昨日听说王妃还嫌饭菜少。母妃安，诸位长辈安。坐吧。今日这椅子至少不像给茶盏做的。姐姐还没说呢，这盒里是什么？点心。姐姐还真是惦记吃。是啊，昨日那饭量，我怕桃枝饿着。人活着不惦记吃，难道惦记饿？柳姑娘到。柳姑娘不愧是京城第一贵女，这仪态真是清雅。寒烟见过太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这位便是宁王妃吧？柳姑娘也不同。哦，柳姑娘也不同。女子行步自该轻盈。挺好，就是鞋底一路都没机会跟弟打个招呼。姐姐说笑了，柳姑娘的轻步是京中贵女都学的仪态。原来大家都学这个，那你们平日赶路怎么办？赶路？比如雨下大了，马车快走了，厨房汤要凉了，也这么慢慢飘？满堂。母妃，我不问了。先吃饭吧。今日家宴由清离与寒烟一起拟了菜单。
妹妹说的多，是碟子多。姐姐，家宴重在雅，不在量。女子用膳，贵在浅尝。若一味求饱，便失了清雅。这东西叫点心，桂花小酥，它确实小啊，酥不酥不知道，反正一张嘴它就没了。点心本就不该贪多，不贪多可以，但总得尝出个味儿吧。母妃，菜多是多，吃不饱也是真的。满行，今日是家宴，儿媳知道，所以儿媳才说实话。王妃总将吃饱放在嘴边，若传出去，只怕旁人会笑王府失了高门气概。吃不饱还要装高门，那不叫气度，叫硬撑。姐姐，柳姑娘也是为姐姐好。京中贵女相交，最重清雅。姐姐若总这般直白，外人只怕会说姐姐说我粗。妹妹不敢。你不敢，但你挺想。江满堂，这茶盏挺显手姿。姐姐也觉得雅。雅完了。姐姐，今日有长辈在，也有贵客在，姐姐便是不喜清雅，也不该这般扫兴。规矩是给人用的，不是拿来让人饿着渴着坐着难受还不许说的。王妃这话倒新鲜，可京中贵女多年皆如此。难道人人都错，唯有王妃对？柳姑娘，你这话问的不对，不是人人都错，是有些人忍久了就忘了自己难受。诸位长辈，难道你们从没饿着回过家？没穿着锦衣裳坐一下午不敢动过？没喝过这种小杯子，喝完一口还得装作解渴？想喝就喝，又不是偷井水。又怎么了？王爷来啦！上次他这么说，是让他吃饭。王爷，你试试。试试什么？喝茶。柳姑娘说这叫清雅，我觉得王爷清瘦，应该最懂清雅。姐姐，王爷怎能与你玩笑？怎么又不能？王爷不是人。王爷喝一口，喝完若觉得解渴，我闭嘴。解渴吗？不解。你看，王爷都说不解。王妃能言善辩，韩嫣佩服。只是清雅之道不只在吃喝，女子之美更在行姿。听闻王妃昨日在寿安堂端茶而行，很是稳当。今日大家都在，不如也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怎么见识？后院有一座青布桥，桥身不高也不显，只考步态。王妃可愿一试？姐姐若不愿，也不必勉强。毕竟柳姑娘练了多年，姐姐刚入府，不会也是常理。行啊，不过光走桥没意思。王妃想如何？端汤走，走得轻是本事，端得稳也是本事。那就看看谁走得好看，谁走得有用。哼。姐姐，汤热，若是怕洒，换清茶也好。不用，清茶洒了不明显，热汤才看得出真本事。柳姑娘这身段，走这桥最合适。她从前在清雅宴上走过，比画里的仙子还清。宁王妃要端汤走，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？姐姐，若觉得不妥，还是算了吧。这桥虽不高，可端着热汤，万一洒了，烫着自己就不好了。妹妹放心，汤洒了算我手不稳，人还没走就开始说洒，那叫嘴太急。王妃快人快语，韩嫣佩服。不过青布桥讲的是身轻不稳，裙不乱，气不急。端汤过桥，恐怕失了原本雅意。柳姑娘，你们这个雅意平日里能干什么？王妃何意？端茶能用吗？送药吗？下雨赶路能用吗？女子仪态本就不是为了做这些杂事，那就是走给人看。我这个是走给人喝。
够了，既然要比，就按规矩来。韩嫣先走。是。好，不愧是柳姑娘，这才是真正的贵女仪态。柳姑娘这轻步，京中怕是无人能及。王妃，该您了。小姐，要不我端汤吧？我比你端什么？王妃，这汤太满了，满才看得出来稳不稳。姐姐何必逞强？柳姑娘方才只是空手走，姐姐却要端满汤。若输了，倒像是我们故意为难你。妹妹想得真周到。空手走的美，端汤走也该美，对吧？王妃说的有理，韩嫣陪王妃一试。风大了些。哼，风确实挺会挑时候。小姐，小心！还能喝。柳姑娘走得美，就是汤有点害怕。姐姐，柳姑娘只是衣袖被风带了一下。我知道，所以说衣袖太飘也不全是好事。满堂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母妃，儿媳没有不饶人，儿媳只是觉得规矩可以讲，但不能只讲好看，不讲好用。走路也是走路，走得轻是本事，走得稳也是本事。其实端汤不洒确实难。年轻时学轻步，只觉得好看，后来管家理事，才知道稳比轻难。姐姐自然有姐姐的道理，只是女子总不能事事都讲实用。若全照姐姐这般说，京中礼仪岂不是都要改了？该改的就改。椅子个人就换椅，饭吃不饱就添饭，走路光好看端不了汤，那就多练练。这有什么吓人的？王妃说的轻巧，京中礼法不是王妃一句话便能改的。我也没打算一句话改。给我？你刚才茶都没喝够，走到这里该饿了。王妃，这是家宴之后的礼仪比试，在此分食，怕是不雅。它不雅吗？点心讲精巧，它热，它香，它能吃饱。柳姑娘要不要尝尝？你看，你不是不饿，你是怕别人觉得你饿。姐姐这话太重了。你想清夹，没人拦你；你想吃少点，也没人拦你。可你不能把自己能忍的事拿来压别人。你不饿，不代表别人不饿；你走得轻，不代表别人走得稳就错。好吃。想吃就拿，别抢就行。是。我尝尝味儿。王妃今日赢了青布桥，韩嫣认，
可一时热闹不代表长久规矩。规矩长不长久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饼再不吃就凉了。够了！家宴上分食确实不合规矩，但既然已经分了，就别再失礼。拿了的都吃完。母妃英明，少说两句。太妃娘娘，宫里来人了。宫里是皇后娘娘身边的素姑姑，奉皇后娘娘之命来送宁王殿下与王妃的新婚赏赐。刚进府便听说后院家宴热闹，问太妃娘娘可方便一见。快请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。小姐，不能浪费。好了，现在体面了。素姑姑到了。看来宁王府今日很热闹。哎，素姑姑到了。素姑姑，我见过太妃娘娘，见过宁王殿下。请。小姐，袖子。不能浪费。王妃倒是实在，姑姑见笑。宫里也讲不浪费。我方才进府，听小侍女说后院热闹，原来是王妃分点心。姑姑误会了，姐姐只是性情直爽，一时兴起才分了些酥饼。若有失礼之处，还请姑姑莫要见怪。王妃初入王府，许多规矩还不熟，想来也是无心。热饼趁热吃，凉了确实可惜。不过宫里规矩也有，入口的东西要净手分食，别乱递乱抢。下回带干净帕子。是。还有下回。若下回还吃不饱，可能有。满堂。皇后娘娘听闻宁王殿下新婚，特赐玉如意一饼，宫缎6匹，珠钗2匣，宫典8盒，另命宁王妃3日后入宫谢恩。臣妇谢皇后娘娘赏赐。臣妇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还说，宁王妃新入王府，3日后入宫，不必拘谨，该有的礼数要有，该有的气度也要有。臣妇记下了。皇后娘娘宽厚，是姐姐的福气。皇后娘娘赏的宫缎极好，若裁成玲珑宫装，最显女子身段。柳姑娘向来懂衣饰，姐姐若有柳姑娘提点，3日后入宫，定能少些差错。韩嫣这话有理。满堂，你入宫谢恩，衣饰不可随意。什么叫玲珑宫装？收肩、束腰、窄袖，行走时裙摆不乱，坐下时腰背自直，最能显出女子清雅。是不是勒得人不敢喘气？姐姐，宫装讲的是仪态，不是舒服。入宫见贵人，本就该谨慎，忍一忍也是应当。又忍？姑姑，宫里见皇后娘娘，要一直忍着喘气吗？满行，不得胡说。儿媳是认真问，若宫里真有这条规矩，我提前练练。宫里没有这条规矩。妹妹听见了，不用忍着喘气。王妃误会了，玲珑宫装不是让人喘不过气，只是让人身形更端正。穿上之后能走能坐能行礼吗？自然。能端茶吗？能吃饭吗？王妃为何总提这些琐事？因为入宫不就是这些事，走路、行礼、坐下、喝茶、谢恩。若衣裳穿上之后走不稳、坐不下，茶也不敢端，那穿它做什么？挂墙上看。柳姑娘这身段，谁看了不羡慕？确实清雅，好看是好看，
就是像把人捆住了。姐姐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女子本就该有约束。哼，约束是管心，不是勒腰。既然王妃觉得这不是好衣裳，那王妃觉得3日后入宫该穿什么？穿合身的。合身二字说来容易，可宫中礼仪自有尺寸，若一味宽大，只怕失了女眷端倪。合身不是宽大，是人穿着能动能坐，能大大方方见人。姑姑，臣妇说的对吗？宫中礼仪最忌不合身，衣裳太松，行李闲散；衣裳太紧，动辄失态。御前若跪坐不稳，那才是真失礼。姑姑说的明白，你看勒太紧也失礼。姑姑说的自然有理，只是姐姐3日后入宫，身形与寻常贵女不同，若裁衣时不收一收，只怕……妹妹想说我胖。姐姐误会了，我只是怕姐姐入宫被人议论。我胖，别人又不是今日才知道。衣服做小了，我也不会变小，只会喘不过气。母妃，若3日后儿媳穿着不合身的衣裳入宫，走2步就扯袖，坐下来就勒腰，到时候别人笑的不是儿媳胖，是宁王府连件合身衣裳都不会做。王妃说的也有理，只是宫宴之上，旁人看的又这就是轻态。柳姑娘，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腰细才叫精神？女子腰身纤细，自然更显轻盈。哼，那王爷呢？又关本王何事？王爷也瘦。按柳姑娘的说法，王爷是不是特别精神？可王爷昨日不吃早饭，那不叫精神，那叫饿。真满行。儿媳收回衣裳，衣裳不是越窄越好，人也不是越瘦越有体面，能站稳，能坐得住，能大大方方见人，这才叫体面。把皇后娘娘的另一份口谕传了吧。皇后娘娘说，近来京中贵女多爱束腰少食，宴上常有人脸色不好，娘娘已经听闻数次。皇后娘娘不喜，女子爱美无错，可若为了美把自己饿得走不稳坐不住，便是本末倒置。宁王妃3日后入宫谢恩，上衣局会派绣娘入府为王妃量裁衣，礼衣不按旧样死裁，按王妃身量来。皇后娘娘还说，女子入宫最要紧的是端正从容，若衣裳不合身，便是上衣局失职，不可让心腹受委屈。臣妇谢皇后娘娘体恤，王妃不必谢我，谢恩那日好好入宫便是。臣妇一定好好走路，好好行礼，好好吃饭。皇后娘娘考虑周全，含言佩服。柳姑娘清雅之名，我在宫中也听过。清雅是好事，别把清雅变成硬撑。姑姑，青离与柳姑娘并非想让姐姐受委屈，只是怕姐姐初入宫中不守规矩，才多提点几句。提点可以，别替人勒腰。青离记下了。既然皇后娘娘已有安排，便按娘娘的意思办。3日后入宫，不许胡言乱语。儿媳记下了，更不许带酥饼。宫里管饭吗？王妃放心，宫里管饭。那就好，臣妇空手去。王妃，皇后娘娘还让我带一句话。姑姑请说。娘娘说，宁王府心腹既有分量，便要撑得起门面。臣妇记下了，臣妇不把自己缩小，也不给宁王府丢脸。好。按身量裁衣，其实也挺好。我上回赴宴，腰带勒得一下午没敢喝水。我也是。柳姑娘，宫衣这一局输了，但王府还有账。
王府账册这些年虽由账堂管着，可各院份例、厨房采买、裁衣支出，都是我陪母妃看过的。她想吃饱，想做合身衣裳，想改规矩，每一样都要走账。侧妃娘娘说的是，小姐，你想做什么样的衣裳？能喘气的，能吃饭的，还有呢？能见皇后娘娘，还能把背挺直的。你倒是要求不少。王爷也可以做一身，本王为何要做？做宽一点，省得你吃2碗饭就勒。本王只吃1碗。那是以前。3日后入宫之前，先把王府账册送到本宫这里。姐姐初掌王府，自然该先学看账。王府账册多年繁杂，各院份例、厨房采买、裁衣支出，都不是几句直话便能理清的。若看不明白，也别硬撑。账啊，行。饭是谁吃少的，衣是谁做窄的，银子又是谁花没的，正好一起看看。我这人别的不行，就不爱糊涂账。姐姐，王府账册多年积攒，最是繁杂。厨房采买、各院份例、衣料采改、客宴支出，样样都要细看。姐姐若觉得吃力，不如先让账房慢慢讲。这是账本，自然。我还以为你们把枪砖搬来了。满寒，看账不是儿戏。儿媳知道，所以先别拿这么多吓人。王妃，王府账目繁多，少一本都对不上。钱管事，这些账你都看得懂？属下掌账多年，自然看得懂。那好，你看得懂，就不用我从头翻了。拿厨房账。王妃，账册该从总账看起。不用，我这人饿得快，先看吃的。胡闹！母妃，前几日咱们说的是饭菜少，今日看账自然先看饭菜钱去了哪儿。饭都没弄明白，就去看大账，那叫空想。姐姐想先看厨房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厨房支出与各院份例牵连，怕姐姐看了更乱。妹妹放心，我不怕乱，我怕有人把乱当被子盖着不让人掀。拿厨房账。王妃，这是近3个月厨房采买。前日买鸡12只，是。鱼6条，肉20斤，鲜笋2筐，鸡蛋50枚。王府人口多，支出自然不少。支出是不少，可昨日寿安堂桌上那几碟菜，鸡相路过，鱼相看了一眼就走，肉片薄的风一吹都能飘。这些东西买进来，最后都去哪儿了？王妃，厨房每日分送各院，自有规矩。那就拿分送单。王府这么大，总不能买了鸡之后，鸡自己长腿跑各院吧？谁分的？分给谁？分多少？写了吗？姐姐，厨房这些细账向来都是下人管，王府主子只看大数。大数就是银子花了，细账就是饭没了。我现在想知道，银子花了，饭为什么没到桌上？分送单。太妃娘娘，分送单在厨房。巧了，我也想见见厨房。去叫厨房管事。这是什么？侧妃院药膳补养，燕窝2两，参片3钱，桂圆红枣若干。姐姐，我身子弱，府医说就需调养。调养可以。清离院夜间安神汤，清离院晨起田羹，清离院午后点心。妹妹，你这身子弱的挺忙，这些补养都是府医开过方子，母妃点过头的。我没说你不该补，我说账奇怪。母妃您看，大字写的是寿安堂补养，旁边小字却标了一个离。这儿也是，王爷清补汤料，旁边也有小字，还是离。母妃，这种小字暗记，清离从未见过。账册由账房执写，清离只是协理内务，不会亲手记账。太妃娘娘恕罪，许是底下人执写时乱作记号。乱作记号？这小字每回都标在补养后头，还每回都往清离院去。你们账房这手乱得挺有方向。姐姐，账房记号未必就是送往清离院，也许是离汤离膏或者别的旧账安息。妹妹说的有理，那这本上清离院领药膳的日子，怎么和这些离字对得上？同一天，同一份，一边写寿安堂补养，一边清离院领走。这离是长了腿的离，从寿安堂树上自己跑你碗里了。继续看。王妃新婚一一改裁，收腰改窄，另加细带，工钱3倍。这是什么时候的账？大婚前。姐姐新婚礼仪自有绣娘料理，清离只是按母妃吩咐，偶尔问过1、2句。问得挺准。侧妃院协理裁衣，另付绣娘赏银，这上头写得很清楚。礼仪原本按我身量裁了，后来又收腰改窄加细带。母妃，这不是衣服，这是布做的夹子。清离。母妃，
青离确实说过心腹礼仪要端庄，可青离从未吩咐秀娘故意作窄。妹妹这话说得巧，你没说作窄，你说端庄，下人听懂了。我见过太妃娘娘、王爷、王妃。冯管事，别急着跪稳，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是。前日买鸡12只，昨日寿安堂宴上用了几只？3只，剩下9只呢？各院分了。分送单呢？我来得及，没带。不急，让人去厨房取。去。昨日寿安堂桌上的莲藕鸡汤，鸡肉呢？汤里熬了鸡。我问鸡肉，熬久了，肉散了。你们王府的鸡挺懂事，下锅还能自己散煤。王爷昨日加的饭菜是从厨房新做的，还是原本就有？是原本有的。原本有，为何不上？王府10里，主子饭量有定数。分量有定数，厨房有炖肉，王爷饿着，肉在后头等着。母妃，这规矩挺会藏肉。放肆！母妃息怒，厨房向来依旧例办事，许是怕坏了10里。妹妹，10里不能每次都刚好护住厨房。王爷院里早膳，每日清粥素点2碟小菜。王爷，你早上就吃这个？从前如此。从前你能长这么高，挺不容易。清离院早膳：燕窝粥、枣泥糕、蒸蛋、鸡汤面。妹妹，你这身子弱得真香。王爷清贵，自来不重口腹，我院中这些，师府医说过要调养。你可以吃，王爷也得吃，母妃也得吃，下人也得吃。王府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长嘴。这儿还有客宴之出。昨日家宴，清雅宴菜是26道，可我们昨日吃的是26个碟子，不是26道菜。清雅宴本就讲精巧，精巧可以，不能精巧到菜没了。桂花小酥用了上等桂花蜜1罐，昨日那点心小的像铜钱，这1罐桂花蜜是填到哪儿去了？查库房，账上写了采买，库房若无剩余，厨房若无用量，那便是有人吞了。王爷，这其中或许有误会。误会？也许只是旧例不清，账目繁乱。那就查清楚。这个又是什么？王妃院新婚3日份例，因王妃体谅特殊，饮食减半，以免积食。太妃娘娘，小姐这3日根本没吃多少王府送来的东西，每顿送来的都是清粥小菜。体谅特殊，饮食减半，谁定的？属下不知，是旧例。王府以前还有第2个我。妹妹，这也是为了我好。姐姐，分例册向来由账房拟好，我协理内务，却不可能每一笔都亲自盯着。你不知，可这上头写着侧妃协理内务和各院分例。妹妹，你要是不知，那就是你协理内务协了个寂寞。你要是知，那这饭就不是被规矩吃了，是被人吃了。姐姐，你怎能这样冤我？垫子啊，妹妹又要晕，垫软些，别砸到账本。清离，母妃，你协理内务这些年，账册竟乱成这样。母妃，清离有错，清离身子弱，许多事只听账房和厨房回禀。旧例真忙，什么黑锅都往他身上背。够了，今日起，账房、厨房暂封，所有账册、分送单、库房钥匙全送寿安堂。太妃有娘娘恕罪，先带下去看管。不敢带下去。这账太厚，不吃饱，看到一半人容易糊。传膳，正常饭，不是画给看的那种。按正常饭菜上。又怎么了？母妃，皇后娘娘今日赏下的公断已经入库了吗？按理刚送来，只在前院登记赏单，库房这边还未正式入册。可这儿已经写了。写了什么？海棠公断1匹，玉波清离院做裁衣备用。什么？妹妹，这布还没进库，倒先学会往你院里跑了。看来这账不只是糊，还挺会抢。姐姐，这一定是误会。
我也觉得是误会。步不会自己跑，那肯定是有人抱着他跑。周嬷嬷，我在，去前院把登记赏赐的人、颁赏赐人、库房看门的人全叫来，一个都不许漏。是。等等，还有写这行字的人，字没干，人应该也没跑远。照王妃说的办。是。母妃，青离真的不知，皇后娘娘赏下的东西，莫说一匹公交，就是一根线，青离也不敢伸手。可账先写了，什么意思？说明有人早知道赏赐里有海棠宫断，也早打算好了要把这匹布拨到青离院。这不是手快，这是心急。这行字谁写的？本宫再问一遍，谁写的？回太妃娘娘，是小的写的。谁让你写的？小的只是照旧例预计。旧例又来了，母妃，旧例今日挺忙，厨房靠他，账房靠他，布也靠他。我看他比王爷还操心。说清楚，什么旧例？府中贵重料子入库前，若各院有急用，可先预拨。谁急用？海棠宫断是皇后娘娘赏给宁王府心腹的，我这个心腹还坐在这儿，我都没急，谁替我急了？姐姐，或许只是下人误以为宫断要先裁入宫里衣，那更怪了。入宫的是我，裁衣怎么裁到你院里？说吧，谁让你写清离院？你看我做什么？我何时吩咐过你？侧妃娘娘没有。那是谁？是清离院的碧罗姑娘。娘娘救我！碧罗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没有拿东西，我只是听彩露姐姐说那匹海棠宫断颜色极衬娘娘，娘娘今日身子弱，若裁一件新衣，心情也能好些。彩露，继续。我只是前院听说皇后娘娘赏的宫断里有一匹海棠色，便跟小张姨说，若无人急用，可先给清离院留着。我，皇后娘娘上衣局给我量体裁衣，你们是觉得我不急，还是觉得我不算人？母妃，是清离管束不严，底下侍女自作主张，清离愿受责罚。只是管束不严，清离真的不知。彩露呢？碧罗说是彩露姐姐说的，那就把彩露也叫来。去。柳姑娘，王妃有何吩咐？昨日柳姑娘说，海棠宫断若裁成玲珑宫装，最显身段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随口一说不碍事。我就是想问问柳姑娘，可曾知道这匹海棠宫断会被玉波清离院？不知，真不知。王妃这是怀疑我？我怀疑账，账上写谁，我问谁。彩露，碧罗说是你提起海棠宫断，可有此事？回娘娘，我只是听前院侍女说起，随手感叹一句，说那宫断颜色好，若裁成衣，必然好看。至于碧罗为何去账房预计，我不知。彩露姐姐，不是你说侧妃娘今日心情不好，若有件新衣，许能看新血。我只是闲话一句，你竟敢拿去账房乱说！你还说王妃刚入府，衣裳自然多，侧妃娘娘跟了王爷多年，也该有几匹好料。住口！母妃，青露失态了。妹妹刚才那声挺有精神，看来早膳吃得不错。说正事。好，你说你只是闲话。是。那前院侍女是谁？你听谁说宫断有海棠色？我不记得了。赏单是谁最先看的？回王妃，是属下和前院刘管事。中途谁来问过？说，清离院的彩露姑娘来过。彩露姑娘说，侧妃娘娘替太妃娘娘问问赏赐中可有适合入宫裁衣的料子，属下不敢隐瞒，便说了有海棠宫断。太妃娘娘，我只是问问，没有拿。你问，碧罗记，小张一写，分工还挺明白。母妃，青离真的不知彩露会如此。他说替本宫问。青离，你院里的侍女何时能替本宫问赏赐了？母妃，是青离管束无方，青离愿受罚。娘娘，您救救我！闭嘴！别吵，抢不明白，吵架倒挺响。来人，彩露、碧罗带下去严加看管，待本宫发落。母妃，等等，你要替他们求情？不求，皇后娘娘赏赐，敢先动心思该罚，但先别急着处置。为何？账还没查完，他们今日敢抢宫袍，未必是第一次。
若人没了，嘴也没了。先关起来，问清楚这些年还有哪些东西没进库就先跑了。依你，彩露碧罗分开看管，任何人不得私见。皇后赏赐，立刻登记入库。海棠宫段单独封存，等上衣局绣娘来为王妃裁衣。是。母妃，能不能先让我看一眼？看什么？看布。他这么会跑，我得认认脸。好看，小姐穿这个一定好看。这颜色适合你。王爷说真的？本王何时说假话？说不饿的时候。江满堂，儿媳错了。不过王爷这次眼光不错。只是这次。王爷以前眼光怎样？您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宫断封存，谁再敢动，严惩不贷。是。母妃英明。你少夸两句。太妃娘娘，厨房那边送来了分送单，拿来。母妃，这分送单比账本还会跑。又有什么？前日鸡12只，分送安堂3只，王爷院2只，王妃院2只，清理院2只，其余各院分。账上不算离谱，是不离谱。可王爷院收单上只签了1只，王妃院没有签收。小姐，咱们院根本没见着鸡。清理院呢？清理院签了4只，不可能。妹妹自己看。妹妹，你这院子胃口挺好。不可能，我从未见过这些。那是你院里的鸡自己学会藏起来了。周嬷嬷，清理院小厨房，立刻查。母太妃，清理不是拦着，只是院里有药罐、药材，若下人犯乱了，怕耽误服药。妹妹放心，我们只找鸡，暂时不找药。青叶，你也去。是。王爷，您也依我。本王依诏。王爷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从前账也没摆到本王面前。你还吃得下？吃得下，查账费脑子。白青离还跪着。那给他也上1碗粥。别晕，晕了还得耽误查账。给他粥。妹妹，吃点吧。你院里牵了4只鸡，总不能自己一口不吃。你吃饭能不能少说2句？能。这是什么？回太妃娘娘，这些东西是在清理院小厨房暗格里找到的，暗格藏在药柜面，寻常翻找未必能发现。属下去时，清理院2个婆子正想搬药柜，说是药材受潮，要搬去院中晒。属下觉得不对，便让人当场打开。桂花蜜与青露茶皆与昨日清雅宴采买相符，风干鸡和鸡蛋也与分送单数量对得上。至于这海棠碎布，是在彩露坊内箱底找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清理院各项份例签收时用的小印，平日由侧妃娘娘房中大寿女保管。妹妹，这印也学会藏箱底了？那印一直由彩露收着，我并不知道她会乱用。不阳怎么回事？属下问过前院颁赏赐的婆子，公段送入前院时，彩露曾让婆子验看料面有没有瑕疵。婆子说，彩露给了从封边处剪下1小条，说是拿去给绣人配线，免得耽误侧妃娘娘裁衣。不可能，我从未让彩露做这种事。母妃，这布不是自己跑的，是被人剪了腿。白青离，王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院里为什么有皇后赏赐的布药？白满离，母妃，从今日起，清理院所有账目、钥匙、小印全部交出，你协理内务之权暂时收回。彩露、碧鸾分开看管，再审。谁敢递话，一并处置。是。